说到典型的日本武器啊，我想我们都会想到武士刀啊。那些说手里剑的，我劝你们少看点对魔人。每当日本的战乱时代呢，也都会是日本刀制造业的爆发时期，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日本战国时代。虽然在这些时候会有很多被称为树打的劣质武士刀，但是也有不少名刀和他们的主人一起留名于后世。今天让我来介绍几把日本战国时代著名且传奇的名刀异画。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备前的长传派是历史上著名的打刀人派别，这一派的始祖便是光州，他创造了许多名刀，其中呢就包括这把伊达正宗的足台切光州。据说伊达正宗曾经有一名小姓屡次犯错，无论如何警告都没有用，最终在一次他再次犯错时，怒火中烧的伊达正宗便一刀将其斩首，连路径上的烛台也被斩断，此刀因此而得名烛台切光州。不过据说在这之前，这把刀本来就是伊达正宗厚着脸皮半抢半求的从丰臣秀吉那里得到的。江户时代时，德川家康的11子德川赖房对此刀一见钟情，于是伊达家便将其送给了德川家，从此成为了水户德川家的传家宝。再然后大正12年关东大地震，烛台切光宗在内的许多水户德川家收藏的名品都在火灾中失踪。结果2015年时，应某款手游玩家的要求，茨城水户德川博物馆重新对比馆藏，发现他们收藏的一把被烧得通体焦黑的刀，其实就是烛台切光州。好在刀身依然完整，因此这把名刀得以重见天日。平安时代有一位名叫包平的名刀工，曾经活跃于现在的冈山一带。他一生创造了许多名刀，其中这把刀因为被认为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因此得名大包平。即使是到了当代，一些鉴赏家们也认为这是现存于世的最杰出的日本刀。它与童子切安纲分别作为西日本和东日本的武士刀的代表。这把大包平在战国时代的主人是侍奉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3代天下人的战队大师池田辉正。他曾经放言：攻若不替，不愿拜为义父。他曾经放言，即使是一国的领地，我也不会把这把刀卖掉。他死后，池田家也非常重视大包平，每年新年的族聚史中都会把大包平放在家传盔甲的前面。到了辉正的孙子池田光正这一代，备前冈山藩的藩主池田忠雄就说他想要交换大包平，光正派家臣直截了当地跟他说，即使是你的命我也不换。之后呢，明治维新后，池田家依然收藏着大包平。二战之前，冈山县的知事带着几位刀剑研究的专家前来拜访，说是他们想要见识一下大包平，其实是为了文物定级。结果池田家的人把大包平给专家们看了很久，轮到知事时，他们收回了大包平，说知事这种外行人不配看这把刀。无论如何呢，在场的专家一致承认大包平应该被指定为国宝。日本政府于是要求把大包平寄往文部省进行国宝鉴定，却遭到了池田家人的拒绝。他们声称大包平从江户时代起就没有出过池田家的门，这是祖训，要出门的话国宝认定不做也罢。无奈之下呀，文部省只能转而与池田家关系还不错的熊本藩细川家进行商量，结果细川家族就成功拿到了这把刀，说是他们搭梯子从墙头交接，所以大包平不算出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最高司令部下令没收日本全国的刀剑，要求池田家也交出刀剑。不愿意交出大包平的池田家于是向当时的一位美军宪兵队的军官寻求帮助，作为军官就帮助池田家把刀转移到了上野博物馆，博物馆里的刀剑不在没收之列，因而大包平依然留存于世。得知此事之后呢，包括前野家、细川家等等豪族也都委托他把家传名刀转移到上野博物馆，抢救了很多珍贵文物。现在的大包平被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太郎太刀是被越前朝仓氏的家臣真柄直隆所有的，传说原先是由南北朝时期的越前铸刀名将江青派所制。由于制作时代呢也是骑马武士的鼎盛时期，因此这把太刀也有斩马刀的功能，成品长达3米。据说呀，进入了和平年代之后，这种刀的用法也就失传了。战国时代战乱在临，却没有人能够驾驭这把刀。最终是身高超过2米、体重超过250斤的真柄直隆，也四处寻找适合自己的兵器。这把大太刀就正好了，反正也没有其他人能用，招仓家就痛快地把这把刀赐给了他。当初足利义昭前来投奔招仓时，看见陈练的真柄直隆轻松挥舞这把刀数十回合，感叹说武门中果然是英雄辈出。不过其实到了现在为止，这把太郎太刀到底是哪一把还是有争议的。最有可能是收藏于爱知县热田神宫中的一把，刀长2.2米，刀上面也确实能看出打薄打短过，原来应该是更长。
石川县的白山比蒙神社中也收藏了一把，据说是真柄直龙太郎太刀的比较出名，其他的地方也还有，说是可能真柄直龙按照自己的体格定制的大太刀不止一把，流传下来之后，各个收藏者都自称自己得到了太郎太刀。那么真柄直龙与太郎太刀最出名的战绩，当属他最后的紫川之战。说是当朝仓军退却时，真柄直龙如风车一般挥舞着太郎太刀，立在德川军的追击路线前面。他与德川军士兵厮杀，周围的田地都被他的太郎太刀砍出了无数刀痕，最终是在独自斩杀了数十人之后，精疲力竭被击杀。村正其实是伊势地区活跃的一派打刀师的派别名字，他们制作的日本刀都被称为村正。在战国时代呢，这一派打刀师把他们的基地从伊势国迁往山河国，他们的作品也得到了山河武士们的喜爱。而后村正刀出现在了山河国各种重大变故的故事中，渐渐被认为是不祥之刃。比如德川家康的祖父松平清康，在守山城之战时，他的家臣收到了错误情报，以为自己的家人已经被清康所杀，于是就用手中的村正刀杀死了清康。从此松平氏急剧衰落，终于是成了金川氏的附庸。之后呢，松平清康的继承人松平广忠也一直有他在病中被判成以村正谋杀的说法。再然后，德川家康的嫡长子松平信康因内通武田家的嫌疑被命令切腹，最终借错砍下他首级用的刀，也是村正。可以说是德川家的4代家族中有3个都是被村正所杀，就剩一个家康了。于是家康后来下令，家臣中如果有在使用村正刀的人，赶紧把他换掉。当然，一般来说，认为妖刀村正的各种势力都是伪造或者是偶然。事实上，家康并没有特别的讨厌村正刀，在爱知县的德川博物馆中就收藏了一把家康日常的武士刀，而这把刀正是村正。而且村正这一派打刀人也一直传承到了江户末期。如果家康真的认为村正刀是对德川家的诅咒的话，我想他们不太可能活动这么久。我觉得就是当时山河国的村正刀太多了，于是出现了统计归因谬误。有趣的是，很多德川家的经典敌人确实也都在用村正刀，就比如大阪之战中的丰臣军名将真田信村，和戊辰战争的新政府军总司令有栖川宫智亲王，他们好像都是用的村正刀与德川军作战。正宗是镰仓末期到南北朝时代实力很强的一派打刀人，结城秀康的石田正宗正是由他们所制。因为刀上有数个切口，因此也被称为切入正宗。根据享保年间的名刀目录，这把刀最初是由丰臣秀吉的外甥丰臣秀次传给了家臣深若下手的，然后与许多秀家以400贯的价格购买，之后又赠送给了石田三成。那时一户市民1年的开销可能还不到1贯，可见这把刀的价值。之后呢，一些可信度不高的史料中可以看到一个震撼大脑的故事，说是秀吉死后，日本从朝鲜撤军，退回来的武将中传言，石田三成曾经向丰臣秀吉进谗言，说等这些将领们回来，应该削他们的兵权，以防尾大不掉。于是出兵朝鲜的丰臣军武将派们开始对石田三成有怨恨。之后石田三成真的主政京都，武将们更加担心他真的会削藩，想要先下手为强。得知了袭击计划的石田三成，于是前往他的好朋友德川家康处寻求庇护。后来呢，石田三成就前往居城佐和山城隐居躲避。为了防止路途中遭到袭击，德川家康就派曾经被丰臣家收养过的结城秀康护送山城。途中山城称赞秀康已经从上次见面的小孩子成长成为真正的武士了，于是到达之后将自己的爱刀赠送给秀康，视为石田正宗。次年关原之战后，石田三成被处死，但是结城秀康一直喜爱石田正宗。再后来，这把刀被传给了越后松平家，又传给了金山松平家，成为了松平家的传家宝。现在这把刀被东京国立博物馆所收藏，被日本官方认定为重要文化财产。本庄正宗是上杉谦信的重臣本庄繁长爱用的武士刀。曾经有过这样的异话，说天正16年，本庄繁长进攻出羽庄内，与东禅氏长义以及最上家的援军作战。虽然繁长成功取胜，但是东禅氏胜正已经偷偷地潜入了繁长的本阵中，然后胜正成功找到了机会发动偷袭。他突然袭击左四拳来打我脸啊！我大意了啊，没有闪。尽管繁长的头盔被破坏，但是没有击中要害，给我眼啊，右眼蹭了一下，但没关系啊。繁长反杀了胜正，而胜正所使用的武士刀就被繁长得到了。本身本庄繁长是把这把刀作为战利品上交给了上杉谦信，然后上杉谦信又直接把这把刀赏赐给了繁长。之后呢，上杉军中便称这把刀为本庄正宗。后来本庄繁长作为上杉景胜的明代，在京都搞土木工程。但是丰臣秀吉对上杉家的期待很高，他们也想要在京都修建配得上这种抬举的活动地点。
但是此时的上杉家已经没有这样的财力了。本庄繁长用尽了预算之后，向丰臣秀次借钱。虽说秀次是答应了，但是本庄繁长这时候拿得出手的担保物也只有这把本庄正宗，便把它交给了秀次。真的是模范员工。后来的事情不清楚，但是本庄正宗被丰臣秀次献给了丰臣秀吉，所以上杉家应该是没有帮助本庄繁长还钱吧。这把刀之后又几经转手，最终是在关原之战后，由岛津家赠送给了德川家康。家康死后，本庄正宗又在德川家的各个支族之间转手。在第4代将军德川家纲时回到了将军家，之后就一直在德川本家中传承，逐渐变成了幕府将军之间代代相传的宝刀。然后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川家按照命令向 GHQ 上交了这把本庄正宗，从此就杳无音讯，可能已经被倒卖给了某个美国的豪族吧。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